Welcome back to Knock Traveler. This is Harvey. 今天这一集不是一般的践行日记，而是我们走进了一场低温笼罩了17公里无限行走。这不是一场散步，而是一场在冷风中皮肤裂开的那一种感受。还有一场意外的彩虹，一种大自然版的说你辛苦了，我看见了。走着走着，你就会到了朝圣之路传说中的终点，可以说是没有回头，而另外一部分是前面还有一个新的40公里的坚定。这一集不是脚程的挑战，而是灵魂的对话。这间庇护所超大，不是上下铺，是单人床，里面还设有朝圣者的祈祷、冥想、反思的礼拜堂。洗衣的部分你可以自己手洗，或是也有洗衣机。另外也有厨房、微波炉、冰箱、餐厅，还有露台、户外的空间。附近有一间超市，所以你可以煮超级饱的美味晚餐以外，也别忘了买隔天的补给品，还有早餐。这里只要每一晚10欧元，并且提供一次性的床单，不接受预约，采先到先有的入住方式。早安。今天早上出发的时候，发现这个城市其实蛮棒的，里面有一些商店以外，也有城市的书店，另外有一个小型的博物馆，它的雕刻非常非常漂亮。昨天其实就蛮低温的，包含凌晨有个朝圣者在睡前还 murmur 觉得很冷，我的确有注意到他下午的时候反而也已经多用一层睡袋套在被子里面了。今天早上7点出发，气温大概4度，要怎么样确定真的冷呢？就是来自2个比较冷的国家的朋友觉得冷的时候，那就是冷了。至于长途要怎么样穿搭，因为影片长度有点不够，你可以在下方留言，或是你如果害羞可以私讯我。即使现在天气很好，但只有3度。What do you mean? Yashi Kwalu, Yaru. 我准备离开了这个城镇。现在要走17公里，因为下一个城镇远得像隔壁的星球。所以我背了一些会用到的食物，但不知道是不是心理作用，觉得今天的背包特别的重。我今天出发的时候有吃了一些早餐，结果一出发没多久，很有上厕所的感觉。一路上我都在思考一件事，我不是在走路，而是在寻找放下身上重担的机会。而且你以为这17公里只有长吗？不，这一段最有趣的就是沿途什么都没有，一望无际的荒野，只剩下你、风，还有内心的呐喊。唯一的慰藉是中途会出现一台小餐车，像是荒漠中的奇迹，很多人都会停下来买一点吃的休息，但我一心只想赶路。哦不，我赶的是厕所，因为我不只是在走，我是在忍。气温只有7到9度，而且每小时37公里的逆风，像是天气要把你推回起点。你可能会想问，上厕所要怎么办？其实小解还算简单，但我今天想要的是，就不是那么简单了。所以我走起来特别有感觉，甚至连小餐车我都没有心情停下，只跟他们说：“你们先休息，我先走。”到了，第一件事，被我找到一间干净又宽敞的厕所。他们陆续到了之后，因为我当时在厕所，他们一度找不到我。后来我们找了一个空地，一起吃一些身上的补给品。对，你们一点都不想要看那些思索人生的自我相处徒步，我们直接跳到另外一个城镇，我们吃点东西。路上会经过这间 bar， 推荐给你，资讯在下方的资讯栏，记得按喜欢之后索取。
太棒了！经典的西班牙 tapas 来了。西班牙这一种酒吧里面很常见的一些配酒的小点心叫 tapas。tapas 是西班牙的小吃，它可以直接一口一份，让你边吃边聊。那它可以从番茄面包到美味的小海鲜都有。它不仅是一种食物，而是一种享受。Yeah， 从一望无际的沿途走过来，本来要截图前面让你们看一下方向，可是因为那边完全没有任何的 Google Map 的记录，所以你也没办法截图图片给你们。但这个城镇第一间的庇护所就是今天会休息的地方。老实说，我有点忘记多少钱，应该是15欧一个晚上，然后晚餐另外再加，也是应该是15欧。空间大概是这个样子，洗澡在楼上，少数自己有一间浴室的庇护所。当时在晚餐之前，我们在各自的床位上休息，顺便聊天，聊着明天的行程。然后我就表达说我想要走40公里直接到。下铺的美国大叔直接站起来，马上对着我说：“你千万不要这么做，你很年轻，没有错。但我看到你的背包，那一定超过10公斤，你这样太伤膝盖了。”因为太突然，我们就没有马上回话。他接着说：“不然你如果真的想走，就要去寄行李，不然你不要走。”这个贴心的举动吓到我们几个。当然后来我们有各自聊了一下，城市啊，或是工作的事情。看看 Hendrick 心情超好，这个是 Orujo Gathelia 的一个产后酒，虽然有一点浓，但他们觉得这个可以帮助消化。后来大家吃得很开心，斜对面的女士还另外点了好像1瓶还是2瓶的红酒，让大家继续喝。So nice. 餐后我们持续的聊天，突然外面的管理人员突然叫住大家说：“快点出来看，有彩虹！”我们一群人就一起快速的聚集到庇护所外面欣赏这个彩虹。6点20，我先独自出发，然后感觉到非常非常冷，明明一样大概2-3度，可是我的手跟脸觉得非常冻结的感觉。或许是因为昨天晚上有下雨，然后凌晨雾气非常重，湿度也非常的高。准备离开了这个城镇。对我来说，那一刻有一种说不上来的感觉，不知道你当时有什么心情。我既然就这样走了一半，就在那个所谓的中间点的地方，有雕像迎接着朝圣者，静静地站立在那里，仿佛在说：“欢迎你的到达，继续前行吧。”这个雕像不仅是地理上的一个标记，更像是心灵上的一个里程碑，提醒着我们，你已经比你以为的更远，也还没有到达你能成为的地方。我渐渐的明白，走路不只是双脚的事，也是跟自己对话，一步一步的慢慢说清楚。
会有点太阳，虽然温度有点低，不过感觉好一些。要去一间 bar 那边，没有什么食物，不过点了一个热的咖啡，可以休息一下，或许感觉到温暖一点。离开撒哈宫，我眼尖看到一间蒂亚超市，我身体先于大脑冲了进去。本来想要买一瓶运动饮料，发现生活用品，我需要清洁用品，于是再加上东挑西选，想要找那种可以洗澡又能洗衣服的中性清洁剂。最后拿在手上的那一刻，我心里马上想，怎么这么重？后来 Daniel 来和我碰面，然后我们去了可以领证书的地方。很可惜 Hendrik 还没有到。在法国之路中，当你到了撒哈宫，这里不只是走了一半，而是走进了一个拥有千年信仰记忆的一个地方。这里能够让你领取终点朝圣证书的地方，不是官方的终点，但却是精神上的一个节点，一种你可以对自己说“我真的来到了这里”的一个证明。Do you wanna cook? No. €10. Only 31. 离开这座城市的时候，你可能会瞄到，乍看之下像是一个历史的背景板，但实际上它是一个17世纪的老灵魂。这座凯旋门建1662年，由一个名为菲利贝的建筑师建工。它的存在是为了替那座早已消失的教堂南门留下一个入口记忆。好了，我们继续走上旅程。不过我现在走在路上，我越来越发现我的脚底板其实不太舒服。我开始重新思考背包重量这件事情。我后来一直觉得我手又多了一个地方很痛，我认真一看，原来已经裂开了，裂进去肉里面，但外面却干得跟鳄鱼皮一样，摸起来超不舒服。我和 Daniel 吃着午餐休息，要等着 Hendrik 要一起会合。这个三明治超级好吃，我强烈推荐你，如果在西班牙看到菜单有这个东西，你一定要点。我不是一个猪肉的爱好者，但这个很嫩的厚切猪肉咬的每一口都该尊敬它的一个感觉。记好这个名字，没意外的话，美味しいです。Hendrik 今天莫名的一直走在后面，没有和我们会合。特别的故事来了，他一走进来，啪的一声，从口袋掏出了一副扑克牌。你还记得前一集吗？因为我们之前晚上有一次一起玩牌，玩得非常开心。他今天看到了游戏店，特别进去买了这副牌，为了以后我们晚上可以一起同乐。你看看这个暖男，这副牌买了之后，其实跟大家想的不太一样。记得收看每一集，或许你会发现这副牌发生了什么事。现在大概1点多，我们结束休息的午餐，接下来一路又开始大逆风，然后会走到几点，我们就继续看下去。不过等一下到可能是6点。说真的，现在已经走了超过8个小时了。你问我是怎么撑过来的，我老实说我自己也不太确定，但我知道我会走完，然后我会完成这一段路。回头看，其实那一天几乎一整路的逆风、低温，还有灰蒙蒙的天，走到现在路上也几乎没有人了，没有人会和你聊天，也没有人会和你一起走，只剩下脚步声和自己。但这也是因为这样，才会让我意识到，原来与自己独处也是一种前进的力量。他们两个考虑在34公里处的一个庇护所先休息了，我要照原定的计划继续往前，所以这里和他们分开。我先补充一点能量。好了，到了，算一下时间，整整快要12个小时，我得赶快找个庇护所休息。有趣的是，他们两个本来要在34公里处的时候休息，但后来那个老板没有去帮他们开门，于是他们也正在赶过来的路上。在他们到之前，这个城镇刚好有一个迷你超市，虽然蛮疲劳的，但太饿了，需要非常大分量，所以买了食材要赶快开始煮。食材有蛋，这是一定要的，然后玉米番茄实体的罐头、面条跟鲔鱼。Chef Harvey 准备开始
Oh no！ 这个是水煮蛋。名字就叫朝圣路上忘不掉的那一盘番茄我鱼米蛋起司意大利面。It's a 6-person film contest or 2 bits of the air. I don't even think they're very full. 下一集让人分开的知名城市，不要错过，记得订阅，开启通知，留言给我任何超棒的想法，分享给正在规划人生的朋友。我们下次见。